四嫂，突然叫德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这是何物啊？怎么，你上个月才托人给芸娘带去的簪子，这会儿就不认得了？四嫂，这簪子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还有脸问我呀？当着三哥和春花的面，装的人模人样，转过头就又去寻你那外室母子，还把人给养了起来。我若把这簪子给三哥，皮都能给你揭下一层来吧？四嫂饶命啊！四嫂饶命啊！若是把这个事给说出去，哪还有我的活路啊？都是那个李真，若不是他，我怎会在李家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既然你这么恨他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有胆量、有能耐，帮我做一件事，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。这我哪有那个胆量，哪有那个能耐呀？此事若成，我不光在徽州给你寻一处房子，把你那外室母子接来，让你们团聚，还能给你造一个好机会，让你在李家人面前露个脸，往后谁也不会小瞧了你。将来，你想在李家成事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四嫂，你说的这事儿有几成把握啊？这种事，比的就是谁豁得出去。这个家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此事绝无可能外露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不过，你要甘愿一辈子窝囊活着，那就怪我田江月看错了人。从春花到李景东，正日防我就跟防贼一样。我也是个男人呐，我这辈子要是这么活着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此事德才应了，任凭四嫂吩咐。这世泽墨用料与李墨传统不同，尤其这鱼鳔胶，因不是李墨常用之物，先前存料不多。如今订单上来了，我寻思着得再备些。您说的对，如今这时间来不及，磨坊人手也不够。我听爷爷说，这鱼鳔胶也是木工点漆的常用之物，不如择1、2成熟稳当的胶源，向外采购一些鱼鳔胶，您觉得如何？这样最稳妥呀。那就这么办了。好。春花姑姑，您怎么来了？姑姑，这是松萝茶，您尝尝。哎，姑姑，你我姑侄2人，没什么见外的，有什么你直说吧。那德才他想回李墨继续做事。真娘，你别误会，我知道你心里的顾忌，我也没有真的原谅他。他找我来找你说情，我犹豫了很久。我也不想给你再添麻烦，可自打上次事件之后，我冷眼看着他，确实老实乖顺了不少。我心想，与其困在家里面胡思乱想，那还不如给他一份磨坊的活计，好安安他的心。姑姑，您是我的长辈，按理说
我不该在您面前议论是非。但姑父的事情，这之前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他之前那般骗你，如今又逼得我们给他一个机会。说实在的，我这心里啊，确实不好受。我又何尝不憋屈呢？可德才到底是润哥的爹，我不忍心润哥看着他爹成日困在家里，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。润哥现在还小，无知无觉的倒也没什么，可等他再大一点呢，那难免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既如此，那便让他来吧。真的？姑姑，你一时半刻也摆脱不了他。不若，就把他放在磨坊里，牢牢地看着他，让他先从最底层的磨工开始做起，搓磨搓磨他的性子。若是日后真的有了悔改之心，想好好做磨，我再跟景东叔商量如何安置他。谢谢你，真娘。你初来磨坊，就从搓灯草开始做起吧。如今这磨坊制磨，灯草用量也大，你在这里挨不着烟熏，倒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。真娘，这个活儿对我来说是不是多少有那么点儿大材小用了？你看我去帮着和磨，要不我去管库房也行。在磨坊，你应当叫我真掌事。既然春花姑姑把你托给了我，那进了磨坊，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才行。磨坊干活要耐得住性子，你在这里搓灯草，正好也把你贪心不足、左顾右盼的性子好好的磨一磨。这磨好了，日后制磨的每一步，我愿意带你一一进入。可若是被我发现你有一丝的异心，别说是磨坊，整个李家都不会给你留一处余地。姑父，我说的话，你可听明白了？那这活儿你是干得了，还是干不了？干得了，当然干得了。真掌事教训的是，我李德才，若是再负春花，再有一心，我天打雷劈，我不得好死。景东叔，那个混账东西呢？啊！放心吧，景东叔，眼下安排他去搓灯草了。好。我就不相信李德才能老老实实的在磨坊待着。说实话，我也不信。但与其整日这样担心，不如就把他放在磨坊里，牢牢地看着他。真娘，这本来是六房的家务事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外县的宋厂，少说也要10天半月，家里和磨坊，你就多操心啊。景东叔放心吧，真娘自当尽力。外县辛苦，还望保重。高二，哎，这是我和甄掌事选出来的交商，你去跑一趟。让他们尽快把鱼鳔交送过来。好嘞，那我去了。哎。
你就放心吧，我的胶啊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这怎么又验一遍呀？验一遍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镇长室，这些胶啊，都是按照邵管事的要求制备的，自家养的鱼，刚出水就取标炼胶。这徽州方圆百里啊，您打听打听，您都找不到比我这更好的胶。掌柜有所不知，我们李默收胶呀，向来是一桶不漏，总要交替查验，我们才安心，不是？那是，那是。入库吧。包您满意。来，单子给我，跟我来盖章。好嘞。这边。大家再加把子力气啊！口胶其实还不错。小芳，你这墨得和匀啊，再使把子劲儿啊！真娘，这墨估计得合上一夜，你要不回去睡会儿，早上再来验收。哎，不行了，我不踏实，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吧。今年雨季来的早一些，这胶放不住。各位，辛苦大家啊！得连夜赶工了，劳烦大家再使点劲儿。好。这里的气味实在难闻，你待在这也是等，要不你进里面去，好了我叫你。行，那我先进去待会儿，一会儿来替你。好，辛苦了，哲真哥。放心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哎呦，哎，你看，我娘熬的，怎么让你送来了？哦，我在来磨坊的路上碰到了伯母，她说一猜你今天晚上就会在磨坊熬夜，所以给你熬了鸡汤。我呢就自告奋勇说当一回跑腿卷儿，这不就给你拿来了。可是，你怎么知道是你娘做的汤啊？我闻出来的。我娘熬汤就喜欢在里面放陈皮、黄芪，我从小喝到大的，一闻便知。哦，你这鼻子可是够灵的。我鼻子当然灵了。我们制墨世家，从小就要蒙着眼睛练习文墨、变墨。小的时候，正申哥跟我哥最讨厌练这个，但是我变得就特别的好。我总是在我爷爷和七祖母面前讨个好彩头。那个时候，只要我猜对一个，七祖母就会给我一块糖糕吃。我一开始是为了糖糕，才苦练我这鼻子的。等七祖母醒了以后，我就把一元墨和世泽墨拿去给她看看，到时候再向她讨2块糖糕吃。之前呢有七言古墨和福锦墨，现在又有一元墨和世泽墨，我相信你将来会做出更多更好的墨来，到时候七老夫人全都可以看得到。说到制墨，那也巧了，你刚来徽州的时候，我才刚刚开始学制墨，直到现在，我已经制出4块墨了。像那些老的制墨家，包括我爷爷在内，一生最多也不过是做出几块好墨。我能有这样的机缘，竟都跟你有关。哼，那你就得说，我的眼光天下独一份儿，投谁忘谁。也不知道是谁，因为过墨一事把自己差事都弄丢了。哎，你还是好好跟着我，想想怎么咸鱼翻身吧。不过就算你以后官复原职，咱们还是可以一起做世泽墨的生意嘛。咱们把这世泽墨卖到京城去，若是能卖给哪个状元郎，那咱们
可就赚大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等着了。什么味道？哎，啊！大家快停下！快停下！统统停下！果然，这胶怎么全坏了？真娘，我看了，牛皮胶还好，就这鱼鳔胶，这玩意儿最怕受潮，是不是下雨弄的呀？这阵雨不碍事的，况且这些墙壁都混了防潮的花胶，纵使是地面反潮，一夜之间也不至于此。这些胶在进库前都是我跟少管事一一查过的，怎么会突然变质了？这门锁也没有问题，我检查过了，没有被人破坏，而且上一次是我跟少管事一起锁的。车神哥，启动架。今晚所有合的墨、熬的胶，通通不能倒。还有，今晚合墨的工人们，让他们暂且在这里先住一晚上。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务必要保密。放心吧，钥匙给你。这可了不得了呀！世泽墨那边还等着咱们交货呢。甄长士，咱们可得赶紧想个办法，及时补救啊！如何补救，就不劳辜负您费心了。我自会想办法查清的。胶是你验的，单子是你签的，还要怎么查？难道查是谁伪造了你的字迹，还是谁给你下了蛊？胶是我验的，在入库之前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是我与甄长士一起验的，胶送来时质量过关，只能是入库后有人做了手脚，这事情得好好查清楚才行。没错，我也看见了。那就查一查，都谁有库房的钥匙，岂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库房的钥匙，我与少管事还有景东说，各自有一把，那不就得了？大嫂啊，咱们家行事历来公正，如今三哥不在，这里只有您能做主。甄丫头掌事啊，明显能力不足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先撤了她的掌事权。江月，再来看看这窟窿捅得有多大，该怎么补。四叔母，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掌事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。甄娘，大伯娘，眼下首要之事是理清真相，把原材料补齐，将这批世泽墨赶出来。为了这批墨，我也不能往后撤。待交了墨，若真的查出是我的疏忽，不用大家说，我自己回到七祖母面前请罪。甄娘，如果重新做墨的话，还来得及吗？立刻补救总是能赶的。好，我平日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直也是没什么分量，可今日三哥也不在，这个家里好歹总得有个男人出来撑撑腰，这事情才好商量不是？你不要说这些旁的，你有话直说。德才，有什么话想说，单说无妨。这几日我是听说，自打咱们家用了挖掘出来的松脂油做墨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，各地都有效仿，做得好的呢也有那么几家。恰巧我与这几家的掌事都还算是相识，眼下时间紧迫呀，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，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，以解燃眉之急呀。这好像也是个法子。姑父已经卸了跑商的差事，
没有想到如今对外头的消息还依旧是灵通的很呢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。大嫂，若是您觉着这个法子可行的话，那您就支我一些银两。哦，对了，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人家谈，怕是有不妥。这事若是要谈成，还请甄长士暂借我名印用上几日。姑父进磨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这灯草没有搓出几根，原来心思都放在这方面了。我今儿就把话撂在这儿了。如今李家掌事的人是我李真，你想要的钱一分没有，掌家名印更是想都别想。世泽墨就是世泽墨，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。交不了墨，我宁可赔钱，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。甄长士，甄长士，张术士带着学政来磨坊了。学政，他们去磨坊做什么？术士听说世泽墨出了问题，前来讨个说法。听说？又是听说。甄长士，您来了。学政大人一早来访，李墨长士李真有事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李长师，李墨研制的世泽墨，造福徽州寒门学子。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，这本是一桩美谈。不过，本官听张术士他们说，你们正在做的世泽墨出了问题。此墨可是本官亲自赐名推荐的，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？少管事，我们的墨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呀。狗儿，你有听到什么吗？这我们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这谣言您是从何得知的呀？李真，就是从你们磨坊听来的消息。我们磨坊，张塾师还认识我们磨坊中人呢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你管我听谁说的，你就说你们制墨的胶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所有做出来的世泽墨是不是都成了废墨？若因此坏了学政大人的官声，学子们再闹僵起来，你们承担得了后果吗？绝无此事。学政大人，我们李墨在徽州已有100余年的声誉，从来没有做过失信的生意。李真向您保证，交付日期一到，李墨必如数交付。既然你说墨能如实交付，那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订的墨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大碍。请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制墨有一规矩，制墨重地，闲人不可亲近。什么破规矩啊！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我们甄长士还没让您进呢。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制墨程序复杂，稍有不慎就有变质的风险。况且这交付日期尚未到，本就没有上门为难我们的道理。若是强行进入了，这墨真坏了，那到时候我如何向学政大人您交代呀？这若是学子们都闹起来，到时候是去找学政大人闹，还是去找张塾师您闹呢？张术士，磨坊有磨坊的规矩，咱们就不要去破坏这种规矩。多谢大人。秋闱大事，不得儿戏，还请尔等好自为之，别让我为难。李真明白，恭送大人。恭送大人。这个是大事啊！
在学堂上都听得懂吗？大嫂，我有话想跟您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您到底什么打算呀？我听说那丫头连学证都敢骗，今日是唬过去了，可是将来万一交不上货呢？您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李家受她牵连不成？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真娘，相信她这个家就要完了。大嫂，我是犯过错，可是我是李家的媳妇儿，我的心是向着李家的。李真不是，他一个被我们赶出家族的人，纵有千好万好，他心里能不记恨吗？说到底，终究不是一家人。你面上宽容，心里头不得不防啊。那依你的意思，应该怎么做呢？请族老出面，逼李真让权。眼下时间紧迫呀，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，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，以解燃眉之急呀。世泽墨就是世泽墨，交不了墨，我宁可赔钱，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。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。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？娘，你别担心，哪怕这笔订单真的要赔钱，只要我有手有脚，就能像甄姐姐那样，从给别的磨坊烧烟开始，一点一点把李家再挣回来。好孩子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念书，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，啊？世泽墨不同于其他的订单，我倒是觉得，德才说的也是一个方法，哪怕交出的不是我们李家的墨，也好过交不出墨来。学政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如果真的交不出墨，影响了秋闱，那是要坐牢的。大伯娘，您想想，我们磨坊刚出事儿，这李德才就有了全套的对策。先说要收墨，之后又说要交银子，甚至还要我们掌家明印。这磨坊祁东家看得牢牢的，绝不会走漏任何的消息。可是这转眼学政就来了，您仔细想一想，这一切绝对跟李德才有关。你的意思，这些都是德才搞的鬼？没错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哪有那个胆子？就算他一个人不行，这背后肯定还有其他的人。你说的对，该查的我们一定要查。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交墨，交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德才出的这个主意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？大伯娘，我跟您说了这么多，您怎么还听不明白啊？我若是真的听了李德才的，那咱们李家就真的完了。真娘啊，你是不相信他，还是怕别人动了你掌事的位置？这掌事权是戚祖母亲手托付给我的，若是收，也得是他老人家亲自收回去。李墨，我不会交给别人的。大伯娘，这磨坊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去忙了，您也好好想想吧。
回事了？不好了，大伯娘把李氏族老都请过来了，现在让你回主家去回话。子老请。真娘见过诸位族老。齐老夫人病重，家中无长辈坐镇，你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来。要不是孙氏告知我，恐怕李默毁在你的手上，也未可知。为李默长远计，你把长家名印交出来吧。真娘刚刚来此，就受到族老们一顿数落，也容真娘为自己分辨几句。如今余交一事，我已查明，还请各位族老明断。狗儿，有劳四叔母。这，多谢四叔母。诸位族老，请看，这鱼胶一事，是有人对着胶桶动了手脚，换了桶底，却没有做防水。这几日接连下雨，桶底受潮，这才导致鱼胶腐坏。真娘，看来真是教商搞的鬼。这人是谁？抓住了吗？我去抓的时候，此人已经逃跑了。如今事情仅明了，鱼胶一事是有人蓄意暗害李家，保不齐还有人里应外合。磨坊那边，真娘已经着人紧急买了鱼胶，全力赶制世泽磨，还请各位族老放心。这暗害之人是要抓，可当务之急是得交墨呀。我看得让德才尽快的去收购成木，确保如期交货，才是最要紧的。是，金元媳妇儿，还是按照我们商定的法子来吧。大伯娘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交墨。真娘，不如你就先交出来。大伯娘，收墨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后患无穷。这长家名印，我是断不会交的。果不其然，这个李真真是有眼不进，冥顽不灵。苏老莫生气，李真年轻，他不知道事情轻重。我想他不愿意交出名印，是因为他信不过李德才。媳妇儿倒是有一个法子，不如让李真将名印交给大嫂，由大嫂和德才一同去收墨。既可以服众，也可以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。正是啊，德才学墨也不过几日，况且又是入赘进了李家，真娘不信我，也是正常。但是，若大嫂能一同前去，此事定当更加稳妥呀。我觉得这法子可行。景元媳妇宅心仁厚，在戚老夫人身边最久。正事你来办，德才，哎，你辅佐一下。是。李德才，我真是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不信你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饲养外室在先，又瞒着春花姑姑倒卖生妻敛财。若不是春花姑姑一再苦苦相求，我又怎会放你来磨坊上工？刚来磨坊没有几日，便出了这鱼胶之事。你此等吃里扒外之人，又怎会如此好心对李家？我问你，你跟那些墨商们是不是早就勾结好了，就等着赚李家的银子呢？还是说，这鱼胶一事
里应外合之人就是你。啊！李真，你不想交出掌家名印，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我虽是一个赘婿，人微言轻，那也不能允许你平白无故的这么冤枉我呀！李大才，我为了李家，那是鞠躬尽瘁，一片丹心呐！哎呀！生气就该饶过你！放肆李真，在族老面前竟敢对长辈动粗！真娘，田江月，你这上蹿下跳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你今日不就想借族老和大伯娘之手，逼我交出掌家名义，逼我离开李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我不会随了你的愿。若是被我查出这幕后之人有你一份儿，我定不会轻饶。真是狂妄之极！今日我们将根据祖宗的规矩，拟一份公议，即刻罢黜你的掌家之位。祖宗规矩？什么祖宗规矩啊？各位族老怕不是忘了，我们八房早已被除族。若是真计较起来，我李真压根就不是什么李家人，而你们也根本管不了我。岂有此理！这不是找回一个白脸狼吗？我若是白眼狼，那你们这些族老便是被猪油蒙了心。敢问各位族老，我帮李家复原出七烟古墨之时，被他们诬陷偷磨坊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啊？这磨坊被毁，我挽回墨商，重建磨坊之时，你们又在哪儿？宋温肆虐，他田家强征松采时，我李真想出了松之油，帮助李家度过了一次次难关。这桩桩件件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出事之时，未曾见你们帮过李家一次，可如今不分青红，却偏袒这些小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李家是七祖母亲手交给我的，除非七祖母她老人家醒了，亲自来拿，否则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。真是反了天了！来人，将这忤逆女拿下，将掌家的名印给我搜出来！我看谁敢！李氏全族已不再认这个掌家人了，你们怕什么？给我上！谁说无人认他？景东叔，您回来了。晚辈李景东有礼了。各位长辈，请安坐。我李家六房长子李景东，在这儿和诸位长辈表个态。我侄女李珍，就是李家的掌家人。谁有不服，尽管来找我。三哥，你放了你的腿了吗？你这一个被除族的人，你怎么能为他撑腰呢？是啊，他一个除了族的人，每天为李家殚精竭虑，几次挽救李家于水火。可你们呢？几次三番，使绊子，泼脏水。各位长辈，我侄女李珍，我可以一力担保，请给她5日的时间，届时一定给大家一个真相，并且给出
按时交付订单的法子。诸位长辈，你们觉得可好啊？要是5日之后还没有说法呢？那我便自行退权，绝不会让各位族老为难。那好吧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5日之后再见分晓。各位长辈，慢走。